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哎呦，我最近这个视频啊又被黄标了啊，就是因为发了那个什么关于战争方面的那种视频，它有那种爆炸的场面嘛，还有什么东西的，然后他就把我限制了。然后这一黄标的话，他后面其他的视频发的他也会给你黄标，然后他也会限制我的这个视频，就是他没有推流了，流量也会变少，包括平时你们可能也收不到这个推流了。但是啊，我每天还是在更新。每一天都在更新，所以就只能麻烦大家啊，就是需要动动手，点击一下我的频道，然后看一下我今天更新了什么视频，只能这样子来看了啊，那就辛苦大家啦。好，废话不多说啊，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巴黎航展，那可真是好戏连连啊！你说这个严肃的航空展啊，这愣是被整成了一个段子合集，让人看了直乐呵呀。就先说这个最搞笑的一幕吧啊，简直是把这个全球网友都逗乐了呀！法国的总理不是去体验什么阵风战斗机嘛？结果啊，好家伙，人直接被卡在驾驶舱里了，动弹不得呀！哎呦喂，那工作人员是急得团团转呀，手忙脚乱的去救他。这个场景啊，愣是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了。哎呦，结果呢，这个视频的播放量那是蹭蹭蹭往上涨啊，直接突破了500万啊，比那什么阵风 F5 新飞机发布会的这个热度还要高个好几倍。你说说这个尴尬不尴尬？那这个事儿一出来了，大家伙就想拿这个事儿打趣啊，说这个法国总理啊，这是亲自给大家伙演示了一把阵风的卡人性能啊。这次航展啊，要说最受关注的，那必须是法国的阵风啊和咱们中国的歼10C了呀。这大家伙最想知道的就是那句歼10C到底是怎么击落阵风的？你还别说，这航展的布展也挺有意思的啊！你说巧不巧？哎，咱们的这个歼10C的战斗机模型，愣是和法国阵风的展板啊面对面的摆着。你说这不是贴脸战术是啥呢？这个外媒啊都拿这个事儿开涮呢，结果呢，记者啊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逮住这个达索公司的 CEO 特拉皮尔就问他，哎，你家阵风啊被这个歼10C击落的事儿，你说说呗。结果呢，这位 CEO 啊就开始打太极了呀，先是死活不承认啊，说没这事儿啊，都是假的。后来啊又改口说，这战场上哪有零损失的，这不能说明啥呀。到最后啊，干脆把这个责任就推给政府了，说还不是因为这个法国军费啊太少。哎呦喂，这说辞啊，那简直是漏洞百出啊！全程都在回避问题，就差把我心虚3个字啊写在脸上了。更好玩的还有这个网友在现场提问这个阵风飞行员啊，为啥阵风会被击落？人家飞行员回答的就非常的干脆，这就是前一阵跟中国战机 PK 过的，今天非被我老公拉过来看的法国阵风。巴基斯坦还是手下留情了，没有说全部给你打下来，也就是说这个3架都打下来了。对啊，这是法国工业的巅峰。但还是被中国打下来了。不是，这对正经说应该是用中国技术打下来的。Vous êtes c'est le pilote de ça. Oui. Bravo monsieur. Moi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vous rencontrer. Le manche ici, la manette des gaz ici. Là il y a 3 écrans, un seul ici, il y en a un à gauche et un à droite. D'accord. Et avec un écran ici qui projette des informations pour qu'on puisse voir dehors. Il y a beaucoup de boutons à gauche, beaucoup à droite également. Au moins 15 dans celui-là je pense. Et après c'est un avion sur lequel on va sur le porte-avions avec. C'est réel, c'est juste qu'il n'y a pas de charge explosive dedans. Moi je pense eux ils ont système c'est très mal. Ouais je sais, en vrai je sais pas comment ils travaillent en fait. Nous dans la marine on travaille que entre nous. Voilà. Et du coup on sait pas trop comment ils travaillent. Donc je peux pas vous dire comment ils travaillent ou qu'est-ce qui va pas. Après c'est en fonction de je crois des contrats. Ouais. En fait quand on vend l'avion il y a certains contrats qui vont dire bon, ok on vend l'avion et puis la formation. Donc ça c'est vraiment leur part. Ça se joue plutôt côté ministère et côté politique en fait. 咱们的发言人是这么说的啊，人家淡定得很呀，就说了句2款战机啊都是世界上的先进战机，也希望各国先进战机啊能为捍卫世界和平啊做出贡献。
你听听这话啊，这格局，这气度，是不是一下子就高下立判了？要说这法国作为东道主啊，那肯定是希望自家的飞机啊最风光啊。可谁能想到呢啊？从这个航展一开始啊，咱们中国的展台啊，那人流量就没少过呀，一直是人山人海啊，围观的人是最多呀。这一次啊，咱们中国可是下了血本了，一口气啊是带来了歼35A、歼20、运20、直20啊，还有攻击11这些大杀器。而且啊，这歼35A啊可是头一回在国外亮相，你说这阵仗是不是够唬人？咱们这次啊亮出这么多的先进装备啊，背后啊其实透露着两个事儿。这一个是啊，这西方的航空技术啊，真的要被咱们中国甩到后头去了，简直就是降维打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制造啊，那可是实打实的走向全世界了，不再是以前那种什么廉价货的刻板印象了啊。就拿这个歼35A来说吧，它一出来啊，那可是把所有人的眼球都给吸引住了。它那个模块化的隐身涂层啊，还有那开放式的航电系统啊，简直是直接戳中了美国 F-35垄断市场的软肋。这更厉害的是啥呢？数据显示啊，歼35A啊用的那台涡扇19发动机啊，推力能达到 12.5 吨，推重比更是超过了10。你再看看美国的 F-35啊，它用的那台 F-135发动机啊，最新的这个改进型的推力啊，也就12吨，推重比啊才 9.8。这一下子高下立判了吧？所以呀，这个西方航空界啊，现在心里头啊，那叫咯噔啊，焦虑的不行啊。咱那可不是空穴来风啊，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没弄明白啊，咱们的这个歼10C到底是怎么把这个阵风啊给击落的。虽然这个达索公司的 CEO 嘴上是不承认，但是在一些闭门会议上啊，有消息说他都亲口承认了，这个西方的未来空战系统啊，比咱们中国啊至少落后了18个月吧。哎，你说这个消息一出来啊，是不是有点炸裂啊？这判断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除了之前的这个印巴空战，还跟咱们中国的6代机项目有关系。听说啊，咱们这个成飞和沈飞这两家公司啊，各自搞的6代机验证机啊，已经在某个基地啊完成首飞了。而且都用了什么变循环发动机、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啊，这些高科技玩意儿啊。那反观这个美国那边呢，他们的 NGAD 项目啊，首飞时间还停留在什么 PPT 里啊，说什么2030年前，简直就是慢的不能再慢喽。这种技术上的碾压啊，其实背后更深层的是咱们这个整个产业链的降维打击。咱们中国航空工业的垂直整合能力啊，那是连洛马公司的工程师啊都感到震惊的呀。你想啊，从太行发动机的 3D 打印的涡轮叶片，到这个歼35A 上面用的氮化镓雷达组件，国产化率啊都突破了 95% 啊。你再看那 F-35呢，它到现在都还是得依赖英国罗罗公司的升力风扇，还有这个日本东丽的复合材料。哎，你说这个差距是不是就出来了？当这个欧洲啊还在为第6代机的跨国合作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咱们中国已经用生产一代、试飞一代、预研一代这种超快的节奏啊，就把他们远远的甩在后头了呀。而且啊，这一次航展上，沙特军事代表团可是连续3天啊都往咱们这个中航的展区跑啊，那意思可明显了啊。中东的那些土豪们啊，估计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采购清单呢。你想想啊，咱们的翼龙2无人机，那价格只有美国 MQ9 的1/3啊，可完成的任务啊却是一模一样的侦察打击任务。那这种超高的性价比，让12个采购国都用真金白银投了票。你说是不是实力说明了一切啊？更让人寻味的是啊，这个中法展台的人流量变化也是很有意思呀。主办方内部数据显示，虽然这次有48个国家参展，但咱们中俄展区的访问量啊，那可是同比激增了 40% 呀。这说明啥？说明咱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呀。咱们中方航空工业新闻发言人那句话那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呀。希望各国先进战机能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句话可是实实在在的击中了那些国际买家最敏感的神经。你想想，法国动不动就强塞什么民主条款，这美国呢说撕毁澳大利亚签订合同，它就撕毁，这一点信用都没有啊。反观咱们中国的装备啊，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这不是这些国家最需要的吗？从咱们的 AG600M 两栖飞机到攻击11隐身无人机啊，咱们中国的展品啊，那可是涵盖了海陆空的完整产业链啊，这可是在彻底颠覆西方对中国制造那种什么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啊。
这次巴黎航展这个大舞台啊，我们头一次看到这么多亚非拉的军官特别认真的在记录咱们中国的技术参数。哎呦，他们算是明白了啊，未来这空战的格局啊，那得由咱们中国来定义啊。要是还跟在这个美西方的屁股后头啊，早晚也得步阵风战机的后尘。哎，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总而言之啊，这次巴黎航展啊，中国也是赚足了眼球，赢得了尊重。咱们就等着看未来中国航空工业啊，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吧。好了，这期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